女孩不再奢求爱后，前世对她厌恶如仇的父亲和丈夫，今生却像发了疯般想尽办法弥补。然而在女孩心中，唯有那亲手养大的忠犬，被她视作至亲捧在手心。碧昂娜·罗莎·埃里昂特，侍女们都惧怕的活阎王，只要不满就会发脾气。刚醒的碧昂娜只是问女佣叫什么名字，就把对方吓得全身发抖。奇怪的是，作为侯爵府中唯一的嫡女，侍奉她的女佣竟是最低级的打杂。女人立刻跪下道歉，恳求饶命，是奶妈派她来的。至于原因自己也不清楚。碧昂娜让她先出去喝口水止住打嗝吧，这样下去会咽气的。女佣却无法理解小姐突然的温柔，始终跪着不动，直到她放出狠话，马上出去叫别的侍女来。女佣这才快跑出房间，听其他侍女说，奶妈今日公然去找侯爵夫人。女孩立刻动身出门。如果是以前的碧昂娜，至少会向侍女们泄愤吧。记忆中关心她照顾她的人只有奶妈，所以原身无法忍受奶妈把侯爵夫人放在自己之上。但是为什么呢？这一切只是幼稚的闹剧。走到长廊时，侍女们见到她如同老鼠见了猫，她就知道会这样。既然知道了凄惨的未来，就应该善良的生活，改变结局。她不顾侍女阻拦，一脚踹开侯爵夫人的门。只见门内三人争执不休，气氛顿时安静下来。原来大家都在这里啊！侯爵打算先行离开，夫人怒骂着讨厌，歇斯底里的尖叫。现在看来，侯爵夫人的样子倒是与憎恨世界垂死的碧昂娜非常相似。巨商安宁伯爵家的独女，18岁时成为了伊莲特侯爵的夫人。众所周知，她倒追了侯爵好几年，为了得到爱肆意挥霍巨款。但侯爵是个冷酷之人，别说是温柔的话，就连接触都极度忌讳。她越来越渴望丈夫的爱，费尽心机的生了孩子，可不能成为继承人的女儿毫无意义，所以她将一切罪责都推到女儿身上。碧昂娜笑了，就算自己是男孩，又能改变什么呢？侯爵之所以不关心这个孩子，只是对夫人不感兴趣而已。想必即使跟他解释，疯了的侯爵夫人也无法理解。下一秒，他将魔爪伸向女儿，嘴里还不断喊着去死。奶妈急忙拦住，却也遭到牵连。她不顾一切地冲向碧昂娜，女孩侧身躲过，先逃走吧，迅速关上房门。下一秒，门内传来震聋悦耳的喊叫。他云淡风轻地命令骑士把剑挂在把手上，不要让夫人出来。门动摇的却更加剧烈，指甲刮门的声音不断。记忆中，侯爵夫人还没疯到这种程度，是因为侯爵吗？他整理好表情，回身一笑，大家辛苦了，然后事不关己的离场。自结婚以来，夫人一次都没能踏足丈夫的住所，只因侯爵下达了禁止的指示，甚至在办公室卧室都安排人把守。那她是怎么出生的呢？碧昂娜的外貌确实长得像侯爵夫人，但跟侯爵没有半分相像，家族中也没有金色头发。碧昂娜真的是侯爵亲生的吗？虽然侯爵夫人可能不会外语，自己要去问问吗？刚冒出这个想法，她就采取了行动。自己是不是嫡女无所谓，反正已经失败过一次的人生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侍卫询问缘由，女孩直说自己来见爸爸，让开。随即砰的一声开门，管家有些诧异，小姐您来了。侯爵没有开口，表情凝重，没有一丝人情味，不禁让人好奇，侯爵夫人到底为什么会爱上那种男人？他走到父亲桌前，开口直奔主题，我真的是他亲生女儿吗？侯爵顿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女孩也不示弱，顾名思义，这很重要吗？开玩笑到别的地方玩去。碧昂娜继续说道，虽然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，要想坐上最高的位置，这可不是件容易事。你想当皇后吗？所有人惊掉了下巴，他真后悔刚才没关门。如果我说我想成为的话，可以吗？你在胡思乱想什么？血统的纯正有时会成为致命弱点。碧昂娜当上皇后时，常因为血统问题被威胁地位，侯爵从开没有提到这个问题，这种态度导致谣言愈演愈烈，因此皇后在社交圈孤立无援，所以现在更要弄清楚才行。我还没有傻到抱着弱点跳进火坑的程度，所以请回答我是埃里昂特侯爵的亲生女儿吗？侯爵紧皱眉头，这个问题连回答的价值都没有。想了想，碧昂娜咧嘴一笑，她理解了，因为从来没有怀疑过不是她的女儿，所以觉得没必要回答。她是个不擅长表达感情的人，原来这段时间一直折磨她的是自卑心造成的虚像，想胡说八道的话就出去吧。碧昂娜满意的笑了，自己无疑是这个人的女儿。见状，侯爵愣了一下，可能他这副反应太莫名其妙了，原来也是有表情的人啊！你问过我想不想当皇后吧？帝国未婚女性中，没有人不梦想成为皇后吧？然而当初的碧昂娜也是，以为只要成为皇后，就能像童话一样永远幸福。她扪心自问，前世已经成为了不幸的皇后，现在依然想登上那个位置吗？要按照剧本的人生走吗？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？皇后的位置不是她想做就做的，那个位子牵扯着很多利害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并不是她不愿意就能避开的场合。父亲询问她的想法，我的意思很重要吗？侯爵刚要回答，门外突然传来巨响，二人齐齐看向声源处，只见管家惊慌失措地进门，对不起，夫人她出事了。母亲的葬礼上，直系亲属们纷纷到场看戏，人们好奇侯爵夫人怎么会突然去世，甚至期待那么美丽的人是怎么打扮的，真想快点看到尸体。这些人当中，会有多少人对母亲的死真心感到悲伤呢？这时父亲走到他身旁，将手中的黄花放到了墓碑上，人们议论纷纷。没有打开棺材盖子，也就意味着违反了葬礼礼法，侮辱侯爵夫人，没有来世的祝福。看来传闻是真的，真是个冷血无情的人。刺耳的话全转进了他耳里。前世碧昂娜因为无法忍受，便火冒三丈的离开了葬礼，侯爵并没有管他，即使现在自己离开，结果应该也一样。不过现在他能理解侯爵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侯爵夫人自杀了，趁下人不注意从房间的窗户一跃而下，几乎没有不公开尸体的葬礼，唯一的例外是死者有传染病。
或者尸体被毁得惨不忍睹时，侯爵下了监口令，夫人的死因不会对外公开。所以嘛，他也和父亲的选择一样，轻轻地送上一朵黄花，对侯爵夫人表示尊重。即使人们会怀疑诬陷，即使对自己来说从没有当过母亲。这时墓碑前走来一个人，高大的身形站到女孩旁边。碧昂娜回眸看去，来人正是她的外公，也是侯爵夫人的父亲巨商安宁伯爵。他颤抖着手将花送到女儿墓碑上，然后不舍得抚摸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楚。亲眼看到这场面的感觉令人窒息。外公起身，却突然身形不稳向后倒去。女孩急忙伸出手，好在被另一个男人接住。太好了，没出意外，看起来是他的孩子。离开时，男人回眸瞥了他一眼，怎么感觉好像在瞪自己？是错觉吗？女孩不示弱地瞪了回去，原以为他会说点什么，结果却直接走了。真难为情，自己一个人在小事上发了脾气。为什么？那张脸很熟悉呢。侯爵夫人的葬礼持续了3天，最后一天，直系亲属去火葬场为他送终。这么想来，他也有一段时间渴求过感情，试着假装自己很善良。如果他有一点点像侯爵的话，父亲会关心他吗？但就算问了，现在也听不到答案了吧？夫人不在了，侯爵现在应该炙手可热，因为他的孩子只有一个无法继承家族的女儿。但在前世，直到他死的那一刻，侯爵都没有娶妻。侯爵没有他想象中那么讨厌夫人吗？如果要是这样就好了，也许他也没有被他爱过的那个人讨厌。父亲将骨灰盒递给他，然后切掉一段自己的头发，这是最后的仪式，放入直系血亲的头发，具有死后也能延续姻缘的意义。本来应该放外公的头发，果然第一天的打击太大了。这时走来一个女人，看来我没有太晚，因为不是直系不能进去，所以在这里等着。她是巨商安宁的伯爵夫人，法律上是碧昂娜的外婆，这也是二人第一次近距离见面。外婆转交出自己的头发，递给了侯爵，放进母亲的骨灰后，父女俩没有理会，而是径直离开。走前，外婆笑着叫住他：“你应该去看看他的，你愿意吗？”他应该很想看英爱，他想见自己。侯爵夫人疯了之后，他不是连首都都没来吗？为什么想见我？外婆告诉他，英爱是那个人唯一的血亲，前世母亲死后没过多久，承受不住打击的外公也去世了，留下了巨额遗产。但是人们怀疑，平民出身的夫人为了钱而谋杀伯爵，保姆也一天到晚也责骂伯爵夫人，所以年幼的碧昂娜就做了不利于夫人的伪证，导致伯爵夫人在审讯中流产。这显然是她的错。她回答，现在已经不是唯一的亲人了。女人不解，是在侮辱自己吗？她的亲骨肉只有英爱一人。碧昂娜指着夫人腹部，那个孩子不是伯爵家的血脉吗？女人怒气冲冲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看她这个反应，难道她还不知道自己怀孕吗？太激动的话对孩子不好。信不信我的话是夫人的自由，但如果你不想失去她，就好好照顾自己。既然如此，还是告诉伯爵吧。如果这是伯爵的血脉的话，女人为此争辩，他不是伯爵，是你的外公。居然因为称呼对自己发火，称呼是我的自由。伯爵夫人，现在对我来说，家人与他人没什么两样。或许以前的碧昂娜渴望他们的关心，但是以李智雅的身份生活，第一次接受父母的爱，才知道了血脉相连也不代表是家人。到此为止吧。说完便要离开，女人不放弃的追问，英爱真的不愿意去见那个人吗？却没有得到回应。回府后，奶妈为小姐而伤心，但母亲的死对她来说没有任何影响。侯爵夫人在世时，她自己一个人也吃得很好，过得很好。她不耐烦地听着奶妈的安慰，疲惫感席卷而来，马上睡着时，外婆却吵着追了进来，非要再见碧昂娜一面。奶妈一再阻拦，无奈之下，碧昂娜走了过来，让奶妈先去休息吧。又见面了伯爵夫人，别那样站着，进来吧。奶妈有意劝阻，女孩冷脸质问：“你知道在跟谁说话吗？”8年，她当皇后的时间，少说也有半年了。如果想保住皇后之位的自尊心，要有压制对方的力量。但对奶妈来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样，奶妈伤心极了。如果不能安静的闭嘴，就出去吧。你们两个送奶奶出去。好了，别站在那里，请坐吧。伯爵夫人，二人面对面坐下。你不是有话要说吗？英爱和听说的有点不一样啊。是英爱的奶妈吗？如果我要以侮辱贵族的罪名向她问罪，英爱该怎么办？女孩放下茶杯，拐弯抹角，不符合你的性格。你想要什么？伯爵夫人，请你见她一面吧。女孩没想到她这么难缠，只好答应下来。二人推门而入。孩子，你来了，过来，靠近一点。看这样子就确定了。伯爵夫人没有杀伯爵，况且也没必要。伯爵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对人生的留恋。你还好吗？他有什么不好的理由吗？自己和侯爵夫人的关系本来就不如别人，以前碧昂娜还对他怀有期待，现在只剩下同为女人的可怜。曾经的他们都对爱情太过盲目，那现在呢？现在能不再做了吗？还是再见到他会重复同样的事情呢？这时外公紧紧抱住了他，对不起，一直回避着你的痛苦，我不该那么做的，都是我的错，所以不要哭。说什么呢？他没有哭啊，别哭得那么伤心，连声音都不能发出，我的孩子。母亲去世后，碧昂娜就收到了皇宫请柬。奶妈为小姐选了一条天蓝色的礼服，她只是看了一眼，便扔到了地上。天蓝色既是她曾经喜爱的颜色，同时也最憎恶，因为原身的影响，她很难再控制情绪。还没见到她就已经心烦意乱了，真不敢想象见到她之后会怎样。碧昂娜会不会再次爱上他？会不会像初见时那样沦陷？她换上一身典雅的绿色礼服，前世她也一度认为自己是这世上最漂亮的，但直到遇见那个已经被称为帝国第一美女的人，明亮清澈的天蓝色头发，美丽的帝国至宝。皇帝给侯爵发邀请函，表面是为了安慰失去母亲的小姐，
节，但真正的目的所有人都知道。皇帝后宫佳丽3000，光是子女就超过数万位，其中共有6位皇子，最可能继承皇位的只有2人。皇妃所生的大皇子和已故先皇后诞下的6皇子，虽然出生时就被立为太子，但大皇子比太子大16岁，且有贵族派全力支持，各方面都落下风的太子得到了皇帝的支持。而第一个选择就是保持中立的里昂特侯爵家。碧昂娜害怕见到那个男人后会改变的自己，她能承受碧昂娜对她疯狂的爱恋吗？这时父亲开口，没想到你会跟我搭话。前世自他成为太子妃到皇后，侯爵都没过问一句，您怎么突然问起我的想法了？以前可从未这样过。父亲只回答，这是你的事，要是我不想呢？你是说不想成为皇后吗？不行吗？在皇帝心里肯定已经将她内定为太子妃了，对现在的皇太子来说，没有比她更好的人选。不管愿意与否，碧昂娜终究会成为太子妃。如果我说对皇后之位不感兴趣，这一切就能结束吗？侯爵表示很难，他就知道，那您为什么还问呢？很快马车抵达皇宫，侯爵朝女儿伸出手，虽然很难，但也不是不可能。碧昂娜诧异，是说会尊重他的意愿吗？真搞不懂你在想什么。二人走进会客室，向帝国的太阳请安。皇帝龙颜大悦，不愧是侯爵家的女儿，长得可真像啊。这样的笑容让他出乎意料。那时连问候都不会好好说的碧昂娜，只是让陛下浅笑而已。到这边来，他看向侯爵，父亲点头示意后，女孩走到陛下跟前，今年几岁了？马上11岁。听后陛下龙颜大悦，正合适啊，明显是在试探他，但总感觉陛下比前世更喜欢他了。这时侍卫长通报，皇太子殿下求见。他来了，自己会像那时一样爱他爱到自我毁灭的程度吗？还是说像现在这样无动于衷？不管以前还是现在来看，这张脸还是那么完美。碧昂娜罗莎埃里昂特拜见帝国的小太阳。皇太子点点头，父皇叫他也站到前面。放二人同框后，更是兴奋的感慨，真是很般配的一对啊，对吧侯爵？侍从长你怎么看？像一对比翼鸟般。碧昂娜疑惑满满，原来当初就这么明目张胆的表明目的了吗？当时自己还傻乎乎的盯着皇太子。侍从长提醒，觐见时间到了，就这么让小姐回去。他还有点舍不得。比萨德宫后院的花开的正盛，让小姐去看看怎么样？这么一瞧，他们俩完全是串通好了。皇太子，在侯爵公务结束之前，你要好好给小姐带路。皇太子朝他伸出手，小姐。碧昂娜的手止不住发抖，不管以前还是现在，经历都一样。要说有什么不同，那时的紧张是心动，而现在是对即将改变的自己的恐惧。天空晴朗又明亮，神像是在开玩笑一样。瞬间刮起了一阵强风，飞舞的白色花瓣和她银白色的头发很是相配。然后就像现在这样，碧昂娜瞬间陷入了暗恋。希瑞亚斯·艾桑洛，普里斯顿帝国的皇太子，未来的皇帝，就算死多少次，他也会记得的人。毕竟那是碧昂娜愿意用生命去爱的人。回想起来，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讨厌碧昂娜，从出生就开始接受教育的皇太子，比任何人都清楚该如何与人相处。他以适当的礼仪待她，而他把这份礼仪错当爱意。因为碧昂娜从未真正感受过爱，分不清两者间的区别。后来之所以明白，是目睹皇太子对待恋人的深情与对待其他人截然不同。如果在那一刻放手的话，结局会有所改变。但碧昂娜不愿承认，她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她心爱的人身上。或许从那时起，希瑞产生了厌恶，执着的碧昂娜却还是认为因为那个女人，希瑞才变了。但现在她明白了，早在遇见她之前，她就一直用轻蔑的眼神看自己。奶妈兴高采烈地告诉小姐，皇宫又送花来了，看来太子殿下很中意小姐呢。听后碧昂娜直头疼，这礼物哪会这么简单？瑞莎花是象征皇太子妃的花，太子不会送这种花，估计都不知道此事。这花是皇帝给贵族们的警告，因为他在里昂特侯爵和外祖父的伯爵家都有继承权，对哪个贵族来说都是最理想的结婚对象。女子无法延续家族，她的丈夫就会继承。不过侯爵家应该已经有指定的继承人了，好像在这时就该出现了，真应该好好查清楚那人是谁的，光迷恋太子了。不过好在这次见面比想象中平淡，碧昂娜的心脏跳动时，多亏李智雅控制住了，但闲下来就总是想起皇太子。她决定出去散散步，来到花园时，满园都长满了杂草，看起来荒废已久，应该不会出现野兽吧。这时身后的草丛发出声响，女孩紧张的回头，该不会是熊吧？再怎么说这里也是宅邸，顶多就是猫或者兔子，去确认一下吧。她小心扒开带刺的藤蔓，只见一个蓝色的脑袋，是被困在里面的猫吗？要帮帮它吗？对动物心软真是个问题。于是她不顾荆棘拔出了小猫，下一秒却甩个底朝天。看清小家伙的样貌后，女孩瞪大了眼睛，不是小猫，小狗，是个孩子。碧昂娜凑近细细端详，男孩紧张的不知所措，她直勾勾的盯着不动，突然上手揉起男孩软萌的脸蛋，哎呀，还挺 Q 弹的。远处传来女佣的声音，那家伙到底藏哪去了？看到小姐的身影后，碧昂娜起身质问怎么了？别让我问第二遍。现在侯爵夫人已经去世，这宅子的主人就是我，这个花园现在也是我的，你未经允许就进了我的地方，还不回答，这是在无视我吗？女佣立刻道歉求饶，其实不用问也知道，他们是为了这孩子才来到这的。碧昂娜扯起衣角盖住男孩的小身子，太吵了，你们走吧，这件事我会告诉奶妈的，准备挨骂吧。待他们走后，碧昂娜看向小男孩，该拿你怎么办呢？兰特贝伦里昂特。当我抬起头，你正看向我，眼中倒映着夏夜绚烂的眼眶，灰暗的心竟然开始被鲜活，你的存在治愈我。
侯爵在夫人去世后将兰特带回家，可在很久之后，碧昂娜才知晓此事。任谁看了都能一眼看出他和侯爵长相极为相似，因此碧昂娜讨厌他，直到入宫为皇太子妃前，都一直折磨着兰特，让侍女们经常找茬，从来没有人来劝阻过他，反而有人为了表现而带头欺负。兰特默默忍受着恶意，面对棍棒殴打一声也不吭。从那个眼神中，碧昂娜看到了父亲的影子，他把无法发泄给侯爵的愤怒懦弱地转移在兰特身上，连唯一能制止他的侯爵都没任何反应。兰特只能忍受那些痛苦难熬的时光。现在想想，这很奇怪，兰特是埃里昂特家族的唯一继承人，虽然侯爵从未提及过，但除了他没有其他人能继承。据说侯爵的弟弟很久前去世，那么他更应该承认兰特是自己的儿子，并制止他的行为啊。然而侯爵只是把兰特安置在别馆，让他学习作为贵族所需的知识，这一世自己想养着他，决定先带他去治疗。走吧。兰特两眼发光地看着他，小心翼翼地搭上了自己的手。仔细想想，兰特比他小4岁左右，但谁能想到这么小的兰特未来会变得比侯爵还高大呢？这时女佣们又折返回来，得赶紧找到他，要是小姐知道了事情更严重。该死的小鬼，要是被我抓住，绝不轻饶你。看在来这家里发生了他不知道的事情呢。为了尽快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来到父亲的办公室，拉着兰特径直走进门，命管家去拿点药来。父亲询问怎么了，只见小小的手上都是被划破的伤口，脸颊好像也肿了一点。请问是被谁打的？侯爵的眼神让碧昂娜感到不自在，难为情的坦白道是他自己。软绵绵的触感很有趣，所以拉了一下，没想到会变成那样。看来孩子的皮肤很脆弱，管家要费心了。治疗完后拿点蛋糕送我房间。说完他回身看向兰特笑道，当然你也要来的。看着眼前诱人的甜点，兰特又感动又不知所措。快尝尝。得到允许后，兰特迫不及待的上手，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，身后传来窃窃私语，怎么如此无礼，真是见不得光的孩子。兰特停下动作，颤颤巍巍地听着周围人的指点。碧昂娜看在眼里，虽然他欺负他无所谓，但别人不行，于是命令所有人出去。女仆反啊了一声，你顶嘴的次数变多了，是要我亲自送你出去吗？撵走他们后，他只是叹了口气，兰特就止不住颤抖。这反应是什么时候开始被虐待的？好难，他从未想过和任何人建立深厚的关系，即使把一个孩子留在身边，未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吧？要我帮你吗？如果你愿意，会被我像对待宠物一样，怎么样？兰特红了脸，然后点点头。女孩告诉他，犯了错误就要受罚，胡作非为是错误的。兰特哽咽着，好疼，挨骂的话会疼的。碧昂娜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心疼的保住了兰特，给予安慰。是的，如果你不喜欢，我就不骂了。但他暗暗下定决心，迟早收拾他们，得先为我的小狗准备准备，把郁结的东西都排出来。在这里，第一次有了属于他的东西。很快他与侯爵会面，看到侯爵这副冰块，碧昂娜决定这辈子绝不能把兰特养成他那副模样。我需要一位各领域最好的老师。侯爵询问他这么做的缘由，我想教育他。兰特听后男人顿住，你在想什么？顾名思义啊，对了，请解雇我的所有老师，反正都是知道的知识，我相信您会答应我的请求。那我先走了。父亲不解地追问，为什么关心那个孩子呢？碧昂娜没有过多解释，只说一句，他是我的，我无法忍受我的小狗被人欺负，所以我想养它，您配合即可。要想让兰特继承侯爵之位，至少要毫不吝啬的投资。虽然现在还是只可爱的小狗，但将来会成为谁也不能轻易小看的强大野兽。埃里昂特家族会成为野兽的翅膀，真期待。小狗长大的那天，开门时发现门外的女仆偷听，言行举动中都透露着紧张奇怪。按照碧昂娜的指示，兰特的房间被搬到了本馆，因为奶妈插手，离他的房间很远，反正是自同一栋楼里，所以决定先忍一忍，但太在意了根本睡不着。现在是凌晨，去确认一下他的小狗有没有安稳的睡着吧。经过奶妈的房间时，发现人不在，碧昂娜立马意识到不妙，火速跑向兰特的房间。你还想睡觉？不知道哪里来的私生子，永远别想进这个家，干嘛要过来为难我们家小姐？碧昂娜一脚踢开门，疯了吗？我竟不知奶妈会干出这种事，你惹错人了！碧昂娜大喊管家。等管家急匆匆赶到时，他将兰特护在身后，并表示自己目睹了兰特被虐待，现在这里的人都是加害者。奶妈再三解释，您不能这样对我，夫人为什么会过世，就是因为他这个私生子。他警告奶妈自重。就在这时，侯爵也出现在了身后。那晚之后，奶妈受罚入狱，看在将小姐养大的情分，碧昂娜出面向侯爵求情，最终知了解雇奶妈。之后他重新安排了值得信任的侍女。兰特小心翼翼地看着他，怎么了我的小狗？他自责地低下头不敢直视。难道是因为我你才这么难受吗？碧昂娜满脸问号，别胡思乱想，但是那些人就是这么说的，说我来到这里，小姐您会很伤心。碧昂娜让他别理那些废话，你是我的小狗，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就行，姐姐就是天。不久后，他在成人礼上与皇太子举行了订婚仪式，因为年纪小，大皇子表示反对，所以还没举行婚礼。由此碧昂娜确定在16岁生日那天会成为皇太子妃。不知不觉过去了4年，3个月后就到了和皇太子完婚之日，得想个对策才行。见他脸色不好，希瑞担忧地伸出手关心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他先是一愣，然后立马避开视线，这个人本来就对谁都很亲切，不要自作多情。希瑞立马起身，说着要叫宫廷医生来。碧昂娜赶忙制止，没关系，只是暂时头晕了一下而已，真的没事吗？是的，让您担心了殿下。二人气氛变得尴尬，不管相处多少次，都让他倍感压力。皇帝认为让他们一周见个2、3次，关系就会变好，但问题不在于他。不过和那时还是有些不同，要是在以前，他肯定会觉得自己很烦，现在看来至少还会关心，可那又怎样？反正他也没打算和这个人结婚。我们订婚都已经2年半了。皇太子敏锐地察觉到，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碧昂娜否认，殿下一直都把他当作未婚妻礼貌对待。不是的，请您说出来吧，我是不是对您做了什么错事？和我在一起让您感到不舒服吗？
回答我，碧昂娜，我让您不舒服吗？碧昂娜迟疑片刻，如果我说不舒服，这见面会就不用继续了吗？皇太子不可置信却又受伤的笑了，我可是您的未婚夫，订婚是可以解除的，殿下，您清楚这话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很清楚，是想和我解除婚约吗？是的，殿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爱殿下。希瑞愣了一下，随即放肆的大笑，真没想到您是这么有趣人，还挺会吓人的。碧昂娜告诉他这不是玩笑，说到爱，真不知道您是天真还是愚蠢。皇室或贵族中与爱情结婚的人少之又少，结婚是巩固彼此利益关系的手段，但如果结局是悲剧，就一定要走那条路吗？人生短暂，他不想白白浪费自己的时间。我的梦想是和爱人过完一辈子，碧昂娜没有的幸福，但她理智雅，一定要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。殿下身边的人不一定非得是我吧？要是有条件更好的小姐，对殿下来说不是更好吗？您好像有些误会，没有比您条件更好的人了，碧昂娜。女孩只是说解除婚约，却让4年来都乖如狗的皇太子发了疯，秒变腹黑，疯批狂非他不可。被视作猎物的碧昂娜转身就扑进了忠犬的怀抱。面对他的再三抗拒，皇太子却依旧执着，没有比你条件更好的人了，碧昂娜。听后他暗自决定，必须全力阻止这门婚事。如果您愿意，我可以帮您找到条件合适的小姐。希瑞不满，就算有比你条件还好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已经举行过订婚仪式了，你正式成为了我的未婚妻。当然，有更简单轻松的办法，爱我吧，碧昂娜。嘴唇即将触碰的瞬间，碧昂娜抬起手扇了过去，却被男人抓住手腕。猎物逃跑时，猎人的本能就是追上去，我可是相当厉害的猎人，所以你最好别刺激我的碧昂娜。女孩坐在马车上抓狂，她意识到问题所在，希瑞还没遇到那个女人，所以现在她需要自己的诠释。但是她的反应有些出乎意料，既没生气也没表现出不悦，就像一心盯着猎物的猛兽，真该狠狠地扇在她脸上，用脚踢她个断子绝孙。如果顺其自然，等他们相爱，自己把位置让给他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，遇到相爱之人，安享晚年。不过他说什么猎物？你以为只有猎人才会打猎吗？等着被猎物反杀吧。刚一到府邸，碧昂娜就去练武场看兰特，看到姐姐来了，兰特两眼瞬间放光，大喊着姐姐朝他跑来。你怎么到练武场来了？碧昂娜掐起他的脸蛋，我不是说过别叫我姐姐吗？你是跟在富婆后面的小白脸吗？兰特开心地握紧姐姐的手，姐姐的话就是天理，我没有忘。他贴着掌心蹭了蹭，你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，宫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女孩回答被疯狗咬了。单纯的兰特急着关心，您受伤了吗？碧昂娜盯着他默不作声，然后突然抱住了男孩的腰，这让兰特不知所措。有汗味？碧昂娜埋头否认，只有温暖的阳光味。这时管家慌张跑来，出大事了，据商安宁伯爵情况危急。4年前离开不久的外公很快又回来了，他在侯爵家附近买了栋宅邸，时常陪伴着碧昂娜，似乎想弥补过往冷落她的时光，但身体日渐虚弱。碧昂娜和父亲匆忙赶到这里，门口有一个小身影，玫红色头发的小女孩，正是外祖父的孩子。她想进父亲的房间，碧昂娜抱起女孩，不能让艾丽看见祖父现在这副样子。这时门被打开，初次见面小姐，我是艾伦安宁。碧昂娜一眼就认出他是伯爵的继承人，无人知晓他来自哪个国家，家族的人反对他的继承资格，但最终还是继承了伯爵之位。而此后伯爵家迎来了黄金时期，许多贵妇们都疯抢伯爵卖的奢侈品，听说还卖过女性用品，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形象，与其说是商人，不如更像是骑士。艾丽开心地叫着埃文，男人接过女孩举高高，你又扔下奶妈来了，我想爸爸了。男人安慰他爸爸现在不舒服，以后再见吧。什么时候呢？等艾丽吃得好睡得好长得漂亮的时候。埃文从门口的位置移开，示意他们先进去。看到碧昂娜的身影，外祖父艰难地抬起手叫他送走别人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在还是理智雅的时候就经历过很多，可为什么还是难以忍受这一瞬间呢？谢谢，永远幸福吧我的孩子。祖父笑着一遍遍地重复着幸福吧，然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，搭在孙女的那条手也垂下了去。外公，碧昂娜一时无法接受，伯爵夫人痛苦地唤着丈夫，拜托快醒来。她崩溃地趴在丈夫床前哭喊。外公的慈祥和温暖的爱将碧昂娜心中竖起的高墙一点点推翻。她早就知道外祖父时日不多，反而多活了4年，一直为死亡做着准备。但是父亲关心她还好吗？女孩缓缓回头，眼泪已经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她扑进父亲的怀抱啜泣着。侯爵安慰着女儿，他会带到她的眼泪停下为止。侯爵陌生的举动让她感到意外，在家族会议中，碧昂娜没想到会变得这么糟糕，他们不肯承认埃文继承了艾丽的监护人位置和伯爵家族的核心商团，他们让夫人来评理，能让一个毫无血缘的陌生人来当艾丽的监护人吗？夫人表示相信他，却惹来更多人不满。你是说比起我们这些家人更相信陌生人吗？接受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女人本身就是个错误，遗嘱是不是真的都难说。碧昂娜摔下茶杯，我的耳朵好像坏了，可以请你再说一遍吗？你是说我的外祖母有外遇？那么我可以将此视为对我的侮辱。男人吓破了胆，慌张的跪地求饶，请求原谅的人好像不该是我吧。话里的意思是让他向伯爵夫人道歉，但男人不服，不过是个碰巧嫁给贵族的贱民，但侯爵小姐马上就要成为皇太子妃。另一位家臣出面求情，年轻人犯错在所难免，真是可笑。最老的男人站出来训斥，看在你年纪小的份上，我已经够宽容了，这里可不是连成人礼都没举行的小鬼该插嘴的地方。他顿时沉下眸，请问您尊姓大名？克里斯埃斯洛特。听后他笑得更放肆了，没听说过的姓氏呢，还以为你至少继承了家族姓氏，结果什么都不是，也配在这里指手画脚。男人怒喝着小姐，没错，我就是小姐，和你们这些人不同，我是真正的贵族千金，
没有形式，没有中间名，你倒是说说，我凭什么要把您当家族长辈尊敬？我劝您见好就收，别惹怒了我。在场所有人不敢再顶嘴，直到有个愣头青，小姐自己不也没继承家族姓氏吗？碧昂娜歪头笑道，连贵族的基本常识都不懂，也敢自称是伯爵家的一员，这责任该算在谁头上呢？碧昂娜罗莎埃里昂特，我的中间名是伯爵家族始祖的名字，我以为我名字的权利将你们逐出家族。对了，还有冒充贵族的罪名。外祖父的葬礼结束后，时隔1周，他与皇太子的见面时间到了，但这并不是去比萨德宫的路，反而带他去了皇帝的寝宫。看到女孩，陛下欣喜的让他快过来，不必如此拘礼。皇太子为他挪出椅子，还亲密的叫着阿娜。到这儿来，这反常的行为到底有何阴谋？男人贴近耳边夸赞，今天也很美啊，我弟阿娜。那副深情的模样好像是故意而为之。皇帝笑得合不拢嘴，真是赏心悦目。听说你最近辛苦了？没有陛下，还是这么一板一眼的说话方式。希瑞还为他解释，这不正是阿娜的魅力所在吗？请父皇谅解，这还用你说？碧昂娜，我对你很失望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对我放松点？毕竟我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。你今年16岁了吧？碧昂娜回答是的。原来皇太子带他来这是为了这个。皇太子期待的开口，距离成人礼还有3个月，该开始准备了。碧昂娜意识到不妙，照这样下去，她的成人礼就会变成和皇太子的婚礼。为了解除婚约，他不再装傻子，首次显露自己最疯的另一面，却让一直视他如空气的未婚夫竟对他越发着迷，死缠烂打也要结婚。皇帝老头撮合2人尽快完婚，却怎么也没料到女孩会耍无赖。他不打算举办成人礼，小老头吓成了豆豆眼。这可是帝国子民一生仅有一次的仪式。碧昂娜黯然伤神，外祖父去世未满10日，臣女实在无力筹备欢庆之事。皇帝不依不饶，那社交界首次出道呢。若你英语，朕即刻就能为你举办首秀宴。碧昂娜再三推辞，谢谢陛下，但眼下实在难以举办。老头要被气疯了，失控的大喊一声为何？2个小辈没有说话，他轻咳一声挽回形象，再怎么说也要在社交界出道一下，却还是遭到碧昂娜婉拒。那要等到何时？明年宫廷，父皇这般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希瑞还是头一次见，他难以控制的哈哈大笑。你这逆子笑什么？儿臣失礼，但碧昂娜的话不无道理。你到底站哪边的？自然是我未婚妻这边。搭肩的同时，还含情脉脉地注视着碧昂娜。陛下不觉得碧昂娜这份孝心令人动容吗？还请您体谅她的处境。皇帝老头只好让步。离宫期间，皇太子一直跟在他身后，碧昂娜十分不自在。殿下要跟到何处？护送未婚妻至宫外是未婚夫的本分，真是头回见识。希瑞突然靠近他的额头，竟拿侍者当盾牌。我真是小看你了，碧昂娜。不仅您拿陛下当枪使的手段高明，见碧昂娜这副百般不愿的模样，希瑞反倒乐在其中的笑了又笑，真是被将了一军啊。头回见皇太子笑得如此开怀，可男人越笑，他越觉得像吃了闷亏，这种疯子还是敬而远之为妙。皇太子突然拉住他的胳膊，亲昵地贴近他耳边创造接触。我明明警告过别来招惹我，我的阿娜。碧昂娜抗拒这个称呼，我从未允许殿下使用爱称，没想到会被未婚妻拒绝呢。女孩真想当场给他一拳，但众目睽睽之下实在不好动手。他警告对方，既是未婚夫妻，更该谨守礼仪，有时猎物也会反咬猎人呢。说完狠狠地踩上一脚，可惜不是高跟鞋，不然一定要踩烂它。真是令人忧心的存在啊，让我困扰至极呢。碧昂娜话音刚落，就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一吻。出宫后，碧昂娜命侍女去比弗地接，她的大脑一片混乱。皇太子到底想要什么？难道真想和自己谈情说爱？明明反击成功了，他的反应却不像落败者，反倒显得乐在其中。究竟从哪里开始出的错？这时侍女提醒，比弗地接到了。他刚下车，就被迎面而来的男孩撞倒，红色颜料弄脏了整个裙摆。侍女刚要训斥，就被碧昂娜拦下，差点就成了漫画里那种三流恶女了，摆着贵族架子耀武扬威的样子，多可笑啊！这时艾文匆忙赶来，叫着莱伊的名字，看到碧昂娜后愣了一下，跪在地上的莱伊唤他为团长。男人鞠躬道歉，好久不见埃文。围观的人很多，先换身衣服吧。于是碧昂娜被请到了珠宝店的3楼。前世即使作为皇后，她都不知道这里有3层。埃文请她再次等候，周围的陈设总让她有种违和感。这家店名为路易雅莎，主打贵族女性市场，以独一无二为标语，精准狙击了贵妇们的虚荣心。其产品强调特殊性，特殊即意味着尊贵，不得不佩服埃文的商业头脑。如果没有仔细剖析女性的心理，不可能出现这种想法。骑士的外表下竟藏着细腻的心思吗？侍女为小姐挑了3件奢华礼服，碧昂娜认为太夸张了，最终换了一身典雅的黄色礼服。回想当年，碧昂娜为虚荣挥霍了天价金额，全靠每年进入宫殿和私有财产。尽管从母亲和外公那继承了大笔遗产，也远不够支撑她的奢侈。可被软禁前，竟从未察觉资金短缺，就像自己的财产是口不结的权。那巨额财富究竟从何而来？这时埃文带着莱伊进门道歉，衣服脏了倒不至于让他动怒，但也不能一笑而过。这孩子冒失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伯爵商会的声誉。他当时清楚地看见，埃文冲向这孩子时，脸上写满了担忧。对于商店总负责人而言，这孩子竟重要到如此地步，偏偏还和那个女人发色相同，真碍眼。连同色也一样吗？叫莱伊是吧？该怎么处置你呢？随即笑了一声，用玩味的表情说道：要杀了这孩子吗？男孩被吓到全身发抖，埃文也变得神情紧张。就算我在这里杀了你，也没有人能阻止你信任的那个男人，也拦不住我。这就是你犯的错误。他意外发现这个孩子的眼睛。埃文迅速伸出手，一把扯起碧昂娜后，却又满脸担忧恳请的样子。你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呢。男孩抓住他的裙角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团长没有做错什么。碧昂娜伸出手摸摸他的头，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啊？伊奈雅里，位于帝国西方的部落国家，他们生活在沙漠中，他们拥
拥有人类的身体特征，和猫一样的瞳孔。如果兴奋或感情动摇，瞳孔就会纵向收缩。孩子的眼睛虽然有这个特点，但不是纯血，与沙漠中那特有的肤色不同。问题是，帝国更加排斥混血的伊奈雅里，你知道吗？只因你一次的疏忽，就让周围的人陷入了危险之中。如果你不想让周围变得危险，请时刻保持警惕。见他流下了眼泪，你觉得委屈是吗？只是弄脏了一件衣服，就这样被侮辱。如果感到委屈和怨恨，就应该培养力量，让谁也不能随便对待你。就算知道你是谁，也不敢动一下汗毛。如果做不到，那就一辈子躲在暗处活下去吧，因为这是能延长你和你周围人生命的唯一办法。说完，命令侍女带着孩子出去。先听听你的故事吧，你对我的无礼之后再问。埃文对此表示真诚的歉意。坦白讲，他不知该从哪里说起。作为商人，应该用语言迷惑对手，不是吗？男人自愧地表示。伯爵也常说，他不像商人，更像个作家。外公明明知道他的性格，竟还是让他接管了商团，到底是看中他什么呢？您长得很像伯爵，第一次见面时就感觉到了。碧昂娜感到疑惑，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？他不喜欢埃文无条件袒护孩子的行为，所以对孩子说了狠话。可是为什么他还用那种深邃的眼神看自己？真是莫名其妙。其实埃文心里明白，碧昂娜对待莱伊的良苦用心，因为是伊内雅里的混血，所以商团更要小心。小姐不是想警告吗？对孩子来说，对我来说也是。既然你都知道，不采取任何措施，就放任他四处惹祸吗？听后，埃文难掩激动。果然我的感觉没有错，小姐长得很像伯爵，伯爵也曾狠狠地训斥了我们。我是孤儿，他就像为了生活而像疯子一样挣扎的我。如果没有他的恩典，我现在也不会活着。他从监狱里也救了很多孩子，包括莱伊。伯爵知道那孩子的身世，那为什么还？是一种赎罪？为了谁？提出这个疑问时，他貌似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爷爷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拯救被遗弃的孩子，一辈子都在向女儿和孙女赎罪。这样的孩子有很多，大部分都在做和商团有关的工作。所以外公把商团传给埃文的原因，也许是需要一个能分享和守护秘密的人。但还有一个没有解开的疑问，埃文果真是这个商团的真正主人吗？虽然他看起来稳重仁义，但怎么看都不像是开创路易雅莎的人，打造的另有其人吗？这时门被敲响，埃文拉开门，只见外祖母站在门外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恶女不懂什么是爱，外公却倾尽一生将满腔爱意都给了她。直至外公故去后的第4年，碧昂娜才深深领悟到这份爱有多厚重，可一切已无法挽回。许多年前，外公踏遍世界各地，拯救了无数拥有特殊才能的孩子，与他们约定要用自己的余生守护碧昂娜。而今天，外祖母选择说出这个真相。她走到埃文身边的沙发坐下，看到他时，女孩结合这家店的名称后，终于明白，路易是他对外公的爱称，阿莎是外公对阿娜莎的爱称，路易爱莎真正的主人是他。现在才察觉到这点的自己也很可笑。阿奈莎垂下头，递出了他外祖父留下的东西。比起我，更适合碧昂娜你。那样子是在演戏吗？为了骗过外公得到商团，就算骗了他们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外公在他的照料下安详的去世了，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。这是你妈妈小时候用过的东西，我不需要，还不承认她是你的母亲吗？别多管闲事了。阿奈莎终是道出了藏在心底许久的话。碧昂娜，我讨厌你。所以呢？阿奈莎愣住。什么？这有什么意义啊？真想快点回家躺在床上，只要你愿意就能拥有一切，为什么还要露出那种表情？现在该大喊大叫的人不该是他吗？所以你想说什么？你不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吗？有必要问吗？所以我才讨厌你，仿佛看透了一切，对周围人漠不关心。你对社交界是怎么看待你的也不感兴趣吧？反正不是敌对的视线，有必要在意吗？光是想做的事就不够了，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按照别人的标准生活太累了。做理智雅时就已经活得平淡无奇，没必要再做同样的事。你知道外公有多担心你吗？我随心所欲的生活会让他担心吗？怎么想都猜不透。虽然这段时间我一直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，但客观来看还是挺乖的，只是在住宅里和兰特共度时光而已。阿奈莎无奈的叹气，你为什么要承认艾丽的继承权？你也知道艾丽她有残疾，按照原则继承权会被剥夺，但如果你以始祖的名字反对，这便是不可能实现的遗嘱，没必要一定要夺爵位。碧昂娜，你没有野心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如果不是圣人君子，哪有不贪心的人？那为什么不想要爵位呢？你能同时拥有伯爵位和侯爵位，看来你忘了，我是皇太子的未婚妻，是说不想举办成人礼而拖延吗？这件事只有皇帝和皇太子知道，你是如何知晓？不用那么紧张，重要的不是那个，但对我重要，因为刚才那句话和我周围有你的耳目没什么两样。碧昂娜，我不是在监视你，只是皇宫里有很多耳目，我只是和其中一个有缘而已。我发誓。碧昂娜挑眉，能力很不错啊，要经营这么大的公司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最后我有个疑问，你为何什么都不想要？不仅仅是爵位，你对人也好，东西也好，什么都不漠不关心。家人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家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阿奈莎流下眼泪，看着你，就好像马上就要离开的人一样。你知道那让周围的人有多担忧吗？我不喜欢得到他所有的关心和爱，却依旧漠不关心的人。我讨厌你不想知道他为你做的所有事情，即便如此，长得像他的你，也依旧惹人怜爱。我讨厌你，也很感谢你守护了艾琳。此刻，碧昂娜才彻底消除了心中的猜忌。阿奈莎接近伯爵，并不是为了掠夺财产，而是想陪他到最后一刻，因为是真心爱着外公。等等，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埃文开口，阿奈莎也是被伯爵救赎的人之一，他是我们的恩人，就像在绝望的深渊中遇到光芒一样。我们活得既悲
惨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他拯救我们的理由，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伯爵先生走遍世界各地，召集有特殊才能的孩子们，尤其是阿奈莎，她的工作能力惊人，只要看到才能，伯爵就无条件给予赞助，而这都是为了你。真正的主人不是我，也不是阿奈莎，而是您，碧昂娜小姐。她不明白为何现在才告诉自己。阿奈莎称因无法完全护她安全，需将她隐藏起来。你是皇太子的未婚妻，反对皇太子的势力在威胁你，如果将财产归你所有，他们现在就会想除掉你。碧昂娜思索着，前世的阿奈莎为什么不告诉她这个事实？那时和现在到底有什么不同？她说我独占了外公的关心，所以讨厌自己，还说很像他很爱她，最后说谢谢他保护了还未出生的艾莉。原来当时的他没有告诉碧昂娜，是为了报复死去的孩子。但即便如此，为了报答外公的恩情，也会竭尽全力给予支援，像聚宝盆一样花不完的财产，也是商会所为。此时埃文单膝下跪，我对灵魂发誓，对我的主人永远忠诚。不久后，再次进宫的日子到了，碧昂娜盯着手上的戒指，伯爵将手持盾牌的鹰作为家族的象征，其他所有店铺都用了这个，唯独路易艾莎用了四叶草。家族的象征会被用作印章，贵族在举行完成人礼后就有自己的印章。他在16岁的成人礼上成为皇太子妃时，皇太子妃的印章就是他的印章。但是这枚戒指是外公特意为他的成人礼而造，从他出生时就开始准备一切了，为了以后可能发生的危险和幸福，发掘和教育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才。阿奈莎和埃文是这些人的代表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才让埃文坐在了商团的位置上。未来我会是你的助理，埃文是你的义指。我成为他妻子的原因也是很容易见到你。在你第一次提到孩子时，我以为你在侮辱我，因为我和他只有过一次。我会为了碧昂娜而活一辈子，所以只要求他抱我一次。虽然是非常厚颜无耻和羞愧的话，但是还好鼓起了勇气，因为我得到了那个孩子。他给我们的请求只有一个，守护你。我们会做任何事来遵守这句话。外公在4年多的时间里对自己非常慈祥温暖，前世也为他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吧。碧昂娜的内心五味杂陈，外公的爱她明白的太晚了，这种爱直到无法挽回的时候才意识到重量。这时皇宫派人来接，来人是西贝尔宫的侍从，隶属于皇后宫。皇太子外出了，所以皇后殿下派微臣接您。碧昂娜正想原路返回，却被拦下。皇后殿下在等您。碧昂娜无法拒绝，虽然她是傀儡皇后，但她身后的人地位却不一般。很快她被带到皇后宫，刚走进门时，就见眼神飘忽不定的皇后和犀利似毒蛇的大皇妃。碧昂娜居身行礼，向帝国的月亮致意，向皇妃娘娘行礼，欢迎你英爱。皇后示意她快坐吧。皇妃故作慈爱的开口，皇后说要召唤英爱，拿不定主意，便请我一起前来。我陪你也可以吧？碧昂娜看出她目的不纯，召唤自己的不是皇后，而是操纵皇后的大黄蜂吧？您说的话理所当然，皇妃娘娘。皇后殿下因何召唤臣女呢？皇后瞧眼色的看着皇妃，还能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？皇后在宫中没有同龄人，所以很寂寞。如果英爱能经常陪陪皇后就好了，您说是不是？皇后立马迎合似的。碧昂娜看透，好好好，演都不演了。听皇妃的语气，像在平时也把皇后看在自己之下。二人提起他外公的事，那件事相当吵吧？听说英爱抛弃了亲人，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，大皇妃真是始终如一，摆出那副笑脸说歹毒的话。皇妃娘娘好像对我的家务事很感兴趣，当然，说不定是一家人。是啊，我们很快就会成为一家人了，相互关心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大皇妃是莫顿伯爵家的长女，虽然当时已经订婚，但自告奋勇地嫁入了皇帝后宫，以生下皇帝的第一个儿子为契机，占据了太皇妃的位置，甚至将自己的娘家莫顿伯爵升格为侯爵。在6皇子诞生之前，大皇子还被暂时视为皇太子，皇妃也拥有了仅次于皇后的权利。直到6皇子出生的那天，他们的天下被打破。对于他们母子来说，皇太子是根心头刺，所以在大皇妃眼里，碧昂娜也是眼中钉一样的存在。但这跟不想结婚无关，她只是单纯不想输给大皇妃。这么说来，大皇子妃还没有宝宝的消息吧？眼看就要成为一家人了，真担心。听说成婚已经10多年了，难道不是吗？皇后殿下，大皇子有1名妃子和3名妾，直到35岁都还膝下无子，没有接班人，对皇妃来说是致命的弱点。谢谢你的关心，没想到英爱的心地会这么善良。过奖了，皇妃娘娘。这么善良的英爱，真奇怪，为什么会有那种传闻呢？碧昂娜平淡的接招，我很好奇什么传闻？不是说英爱在大街上和男人抱在一起吗？马上就要成为皇太子妃了，怎么能说那种荒唐的传闻？真担心别人会怎么想英爱。看来传闻是从和艾文见面那天开始的，如果传到皇太子和陛下的耳里发火了该怎么办？不是马皇后，你要自重啊，英爱。经过这2人之口的话，传闻很快就会成为既定的事实。不愧是皇妃的手段，利用传闻比任何人都出色。前世的碧昂娜每次都被这一招耍过，现在最坏的情况是自己因不守德而与皇太子解除婚约，这便是皇妃的目的了吧？对她来说，虽然能解除婚约有点诱人，但如果被认定为不守德的女人，就很难再待在社交界。本来就有很多私生子的传闻阻碍兰特继承侯爵，自己也不能一辈子留在家门，就算去伯爵家也只会有负担，剩下的就是商团了吗？又不是无处可去，就算解除婚约也没有问题，但是没理由让他得到好处啊。这么说来，皇妃娘娘也卷入过那种丑闻吧？大皇子殿下是35年前出生的吧？刚好是抛下未婚夫进宫的那段时间，那时候皇帝也生过您的气吗？得到皇妃的册封后不久就怀孕了，为了守护皇室血统，祭司们默许说大皇子的样子像极了皇帝。虽然平息了传闻，但怀疑不能完全消除。已经过去35年了，你也没想过还会有知晓的人吧？来吧，看看你要如何应对。他假戏真做强吻了未婚妻，怎料女孩不但没抗拒，还羞红着脸投怀送抱。可下一秒，
小手就掐上他的腰间软肉，可爱的报复惹得皇太子更加脸红心跳。就在刚刚，碧昂娜气势全开，怼得大皇妃当场破防。你真是大胆啊！她捂嘴大笑。如果将来成为皇后，作为后宫之首，理应要牵制下面的人，不是更需要具备这种胆量吗？在皇宫里连自己的身份都不知道，想要爬上去的人很多。大皇妃做出警告，过分的不是勇气，而是蛮勇。碧昂娜丝毫不惧，根据谁的表现，蛮勇有时会成为一种能力。什么能力啊？被夹在中间的皇后不知所措，只好迅速转移话题。英爱的成人礼就快到了吧？我很好奇你准备的如何？皇后殿下如此费心，我不知如何是好。有什么准备的？是大家都要举行的成人仪式，一生只有一次，更何况英爱的成人仪式更特别。没有人知道她不举行成人礼的事，是故意的吗？哎呀，我忘了，没有人为英爱准备成人仪式吧？这可怎么办？是想听她说不会举办成人礼吗？原本是这样想的，但大皇妃现在不断招惹，她的想法变了，因为没有贵妇可以为碧昂娜主持成人礼，大皇妃便由此提议，可以由她来代替那个位置。英爱觉得呢？这件事应该很快就会在社交界传开，没有人敢与皇妃为敌。她犹豫着要不要拜托阿奈莎，或许会被人说闲话。正要回答，突然有只手搭上她的肩膀，感谢皇妃的提议，不过我的外祖母已经决定出面做主持。说完深情地牵起碧昂娜的手，我很想你，我弟阿奈。皇后不可置信地起身，请原谅我的无礼，皇后殿下，听说我的未婚妻在这里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皇妃出言挑衅，帝国的皇太子真是威风凛凛啊，保重身体。熹睿气势不减反增，正是血气旺盛的年纪，面对即将举行成人礼仪式的未婚妻，怎能不激动呢？占尽上风的皇太子眼底满是不屑，而后一手揽住未婚妻的细腰，碧昂娜非但没抗拒，反而很配合地搭上小手，如情似水地撒起娇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？人家一直苦苦等待着殿下。皇太子立马接戏，没想到你会在这里，然后顺势而为地低头一吻。如果你直接到宫里来，就不用这样等了。碧昂娜瞪大双眼，皇妃还在旁边，以为她不敢做吗？皇后殿下叫臣女来这里。说完委屈巴巴地扑进熹睿怀里寻求安慰，暗中却用小手在男人腰间狠狠掐了一下。得逞后，他露出满意的笑容。熹睿顿时红了耳根，今天是陛下钦定的我们两个人的独处时光，皇后殿下好像忘记了呢，我记得没错吧？皇后不敢抗旨，只好顺了他的意。皇妃不依不饶地追问，加菲尔德公爵夫人会成为碧昂娜英爱的主持吗？皇太子假笑着回应是的，对他来说，英爱是会成为孙媳妇的人。被气炸的皇妃忍不住发抖，那太好了，会在侯爵家举行吧？皇族不能观看英爱的成人礼，真是遗憾。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陛下已经在埃尔哈拉克大厅为我的未婚妻准备成人礼了，大皇妃可以参加哦。听后皇妃嫉妒到发狂，那个地方是皇宫内最宏观壮丽的大厅，只对国家层级的活动开放。区侯爵英爱竟然在那等地方举办成人礼，这像话吗？熹睿立马纠正他的话，碧昂娜是我的未婚妻，未来的皇太子妃，居然在连皇后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举行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，不是吗？皇后没立刻得到回应的皇妃厉声质问，不是吗？皇太子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这是陛下定夺的事，即便是皇后也不能违背，对吧？皇后殿下。皇后胆怯的低头附和，皇太子说的对，既然皇后殿下同意了，请不要再犯不忠的错误。皇妃娘娘说完，她搂住碧昂娜示意，那我们先行告退。二人出了门后，碧昂娜抬眸看向熹睿，表情不好，她生气了吗？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熹睿猛地一把公主抱起碧昂娜，眼神坚定的好似要入党。女孩的成人礼惊艳了在场所有人，为了宣示主权，她抱着未婚妻走遍皇宫，哪怕出卖色相以身为饵，也要娶了她把婚约做实。殊不知她偶尔流露出的坏女人特质，更加激发了皇太子的占有欲。碧昂娜让她放下自己，熹睿思索片刻，才不舍得撒手。自打从皇妃宫出来后，熹睿就抱着她四处撒狗粮，绕了皇宫整整6圈才罢休。熹睿好奇的开口，到底为什么要进宫呢？碧昂娜警惕的皱眉，我不是不让你来吗？她没有收到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熹睿无奈的叹气，不管怎么说，要时刻警惕周围有人正在妨碍我跟你联络。碧昂娜猜测，那个人是大皇妃娘娘，很少有人知道我今天不在宫内，那么最有可能的人就是她。碧昂娜愣住，皇太子是一听到她进宫的消息后就来找自己了吗？为什么？是因为担心她吗？熹睿表示，既然这样也没办法了，你的成人礼仪式该举行了。碧昂娜突然意识到，难道你对皇妃说谎了吗？十分心虚的皇太子不敢看她，这是你的成人礼仪式，不可能未经允许就举行，但你说了一个非常荒谬的谎言，要如何收尾呢？他表示不是假的，陛下说要在埃尔哈克厅举行成人礼仪式是事实，但我刚才也说过了，没有你的允许，什么都不会进行。你不愿意举行成人仪式，其实准确的说，是和我的结婚仪式吧，所以互相让步怎么样？你让多少我也让多少。如果我举行，你会给予我什么？我会满足你的要求。碧昂娜直奔主题，那你愿意跟我解除婚约吗？熹睿气呼呼，不能解除婚约，说别的吧，我尽力满足，但除了解除婚约，他没有其他想要的。见碧昂娜一言不发，熹睿长叹了口气，好吧，我输了，虽然不能解除婚约，但婚礼就推迟吧。碧昂娜顿时笑嘻嘻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大家各让一步。熹睿却别扭的紧盯着他不放，你还有话要说吗？你真是个奇怪的人。碧昂娜无语，我觉得很普通，他虽然还有很多话想说，但现在不重要了。再次提醒碧昂娜，尽量不要与大皇妃相遇，她是个毒蛇一样的女人，你目前还无法对抗。碧昂娜很清楚，可她只是一介侯爵英爱，没有力量拒绝皇妃娘娘的传唤。
希瑞笑了，哎呀，我的未婚妻还挺谦虚的。说完，突然俯身贴近他的耳边小声道：“戏弄皇妃的手段非同一般呢，不是说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就是看打架吗？没有必要提前打破僵局。”希瑞的突然靠近惹毛了碧昂娜，可惜猛踩下去的脚落空了。皇太子幸灾乐祸，他不会再被同样的手法。话说一半，小腿就被碧昂娜再次偷袭，希瑞疼得立马蹲下揉揉小腿骨头。碧昂娜继续贴脸开大，我也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哦，殿下。最终不可避免的成人礼在皇宫的准备下举行。阿奈莎认为这是个机会，于是制定了以她为模特宣传路易艾莎服装珠宝店的计划。碧昂娜换上一身华丽而又耀眼的红色礼服，路易艾莎的产品果然很好。看到姐姐这副装扮，兰特激动地夸赞：“太美了，姐姐！你什么时候再叫那个姐姐了？我们员工的手艺怎么样？”阿奈莎抱着珠宝礼盒走来，恭喜你长大成人，这是埃文送你的成人礼物，虽然没能亲自交给你，觉得很可惜。碧昂娜摩挲着与礼服相配的宝石，我很喜欢，也很高兴，决定在成人礼仪式上宣传路易艾莎。既然亲自做了宣传，当然会有回报吧？阿奈莎哈哈笑着，这一切都是您的，您太贪心了。碧昂娜自信地附和着，我的欲望可比你想象的要大，就算拥有世上所有的钱，也会因为不够而折腾所有人，所以要奋发图强。兰特有些失落地垂下头，他也想去参加姐姐的成人仪式。碧昂娜摸摸他的头，安慰道：“再忍4年吧，到时就算你不愿意而逃跑，我也会把你抓来护送到聚会场所。”同时，阿奈莎也很担心，她真的可以参加碧昂娜的成人礼仪式吗？碧昂娜的成人礼上，一手养大的忠犬竟在这天向她告白。冰山父亲也开始笨拙地学着表达爱，甚至连皇族都为他破例开放国厅。然而，外祖母却陷入了自我怀疑，她喃喃自问：“我真的有资格参加碧昂娜的成人仪式吗？”碧昂娜望着他，阿奈莎，你的担忧我都懂。社交界或许会有流言蜚语，即使他们认为我们是一家，但我也无法将您当作家人。话音未落，阿奈莎落寞地低下头。是啊，因为你是我最真实的挚友，所以请你昂首挺胸地来参加我的成人礼，我们在宴会场不见不散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去。门外，兰特像只等待主人归家的小鹿，他3步并作2步追上姐姐，温热的掌心贴上她的手背，笑容比春日的阳光还要灿烂。姐姐，我最喜欢你了。碧昂娜愣了一下，我也喜欢你，不过要是能不叫姐姐才最好。看着兰特瞬间耷拉的脑袋，他忍俊不禁地笑了。两人并肩而行，府邸外，侯爵父亲早已伫立许久，他的目光穿越层层暮色，牢牢锁定女儿的身影。临走时，兰特扶着姐姐，笑得眉眼弯弯。姐姐路上小心，愿一路繁华相送。马车内，静谧的能听见彼此的呼吸。以往每次与侯爵独处，那种紧张感总会如影随形。早知如此，就该把阿奈莎拽来当救兵。侯爵凝视着女儿不安的神情，眼底翻涌着复杂的情绪。抵达皇宫后，侯爵率先下车，转身向女儿伸出手。碧昂娜有些惊讶，平日里严肃的父亲，竟也有如此亲切的一面。不过，父亲一向注重礼仪，或许这只是他遵循礼节的举动吧。他轻轻将手搭在父亲那只陌生又熟悉的大手上，儿时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。待他站稳，侯爵的手却迟迟没有松开。碧昂娜抬头，撞进父亲满含不舍的目光里。今天你很漂亮。这句话像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，在碧昂娜心底激起千层浪。她忽然想起，不知从何时起，父亲开始频繁出现在晚餐桌旁，将家中事务放心地交到他手中。记忆的碎片拼凑起来，或许就是从母亲葬礼那天起，那个曾经威严冷漠的男人开始笨拙地学着表达爱。碧昂娜眼眶发热，嘴角却扬起灿烂的笑。今天可是成人礼，当然要以最美的姿态出现。看着女儿明媚的笑容，侯爵悬着的心终于落下，轻轻握住她的手，带着她走向埃尔哈克大厅。此刻的大厅内，贵族们窃窃私语，猜测这场成人礼是否会变成浪漫的婚礼。皇妃听着这些议论，脸色愈发阴沉。而当大门缓缓开启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对相携而来的父女身上。碧昂娜挽着父亲的手臂，步伐坚定而从容。她知道，这不仅是迈向社交界的一步，更是扭转命运的开始。反派和女主同天庆生，前世爱而不得的男主，这次却做了他的舞伴。然而这一生，他决定不再沉溺于无望的爱情，因为他深知，当皇太子与女主相遇的那一刻，他的心便会悄然改变。片刻前，父亲牵着他的手步入会场，刹那间，全场一片哗然。只见碧昂娜身着一款前所未有的礼服，她满意的露出微笑，宣传的目的已然达成。而此时，苦苦等待他出现的皇太子希瑞，像只翘首以盼的小狗伫立在原地。父女俩行礼致意，希瑞迫不及待地握住碧昂娜的手。阿娜，你今天美得令人窒息。话音未落，他便俯身亲吻。碧昂娜却只当这是一场逢场作戏。希瑞目光灼灼地问道：“你愿意与你的未婚夫共跳第一支舞吗？”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谣言，碧昂娜笑着应允：“当然可以。”他顺势揽住她纤细的腰肢，眼中满是深情，仿佛要将她溺毙在这温柔之中。他恍然惊觉，这是自己第一次正式举办成人礼，前世的今日却是他与皇太子的婚礼。见他出神，希瑞猛地将他搂入怀中：“阿娜，只专注于我，好吗？”突如其来的举动让碧昂娜有些不知所措。这是我的成人礼，我还需要与许多人打招呼呢。希瑞语气中带着一丝失落：“我还以为你终于愿意爱我了。”没那个打算。那你有考虑过吗？碧昂娜心中暗自思忖，等他见到他的那一刻，一切都将改变。于是他淡然回应：“这根本不值得考虑。”希瑞心头一紧，你真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家伙。阿娜，两人四目相对，他慌乱地移开视线，在心中告诫自己清醒。希瑞再次试图表达心意：“不过，我今天说你漂亮，是发自内心的。”碧昂娜没有回应，心中却满是疑惑。皇太子一直都是如此，
还是发生了什么变化？又或者是我不知不觉间再次渴望他的爱意了？不行，绝不能这样。2年后，戴莎公爵将带着女儿来到都城，在此之前，必须尽可能收集情报。然而，关于他们的资料少之又少。现任戴莎公爵长期隐居，他的父亲曾是前皇太子，文武双全，却唯一遗憾于没有子嗣。直到某天，皇太子妃突然传出有喜的消息，前皇帝为此举办了盛大的庆典。可惜好景不长，皇太子妃尚未生产，其夫便不幸坠马身亡。前皇帝因丧子之痛一病不起，最终驾崩。临死前为孙子赐名戴莎。在现任皇帝大肆铲除皇族时，唯独留下了毫无皇位继承权的戴莎公爵，他才得以幸存。但毕竟身为皇族血脉，人们称他为陨落的皇子。从出生起就被打发到领地，一生都未曾踏入都城，而第一次离开，便是为了女儿在社交界的初次亮相。尽管见过他们的人寥寥无几，但碧昂娜却能一眼认出他，只因他与皇太子一样，拥有象征皇室的金色瞳孔，而他的女儿更是美得令人惊叹。天蓝色的长发如瀑布般飘逸，身材轻盈纤细，一副清纯模样，轻易便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。那毫无阴霾的灿烂笑容与碧昂娜截然不同。自第一眼见到他，碧昂娜便心生厌恶，他那稍被指责就泪眼汪汪的样子，在碧昂娜眼中既讨厌又恶心。艾琳斯希尔戴莎，这个皇太子曾经爱过，未来也必将再次爱上的女人。为了挣脱与皇太子的婚约枷锁，碧昂娜精心谋划，试图让男女主角提前邂逅，却不知自始至终，那个让她心动的人一直是他。见碧昂娜脸色惨白如纸，埃文立刻跪地关切：“需要唤来医生吗？”碧昂娜疲惫地揉着太阳穴，只是偏头痛发作，还没到需要惊动医生的地步。每当想起那个人，她的心绪便如汹涌的潮水，难以平息。为了避开这场婚事，她绞尽脑汁，目前只有2条路可走：要么在婚礼前将戴莎召至首都，要么将婚礼推迟到她抵达首都之时。然而，无论哪条路都困难重重。为了掌握更多情报，碧昂娜命埃文派遣人手前往西部，务必详尽打探戴莎公爵的底细，尤其是其女儿的情况。埃文恭敬领命，还告知已备好了他要赠与兰特的礼物。在埃文离开后，碧昂娜刚想稍作休息，房门却再次被推开，来人竟是一向惧怕他的莱伊。男孩一进门便为上次的冒失之举连连道歉。碧昂娜冷着脸提醒道：“往后做事多加小心，并非所有贵族都有容人之量。既已道歉，便出去吧，我可从未允许你踏入此地。”话音刚落，莱伊突然挺直脊背，鼓足勇气大声喊道：“请告诉我变强的方法！”碧昂娜抬眼望去，凌乱的发丝下是满脸的嫌弃。莱伊慌忙解释：“我想要保护碧昂娜，所以一定要变强，求求你告诉我吧，姐姐。”她头疼不已。你可知碧昂娜是何人，就敢这般信口开河？莱伊语气笃定：“上次我偷偷瞧见阿娜莎阿姨与她一同前来，虽然无人告知，但我一眼便认出了她。”此话让碧昂娜愈发困惑，幸还有与她同名之人。莱伊将右手郑重地按在胸口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他就是爷爷口中我必须守护的孩子。爷爷说碧昂娜身体虚弱，心脏不好。这番话如同一记重锤，敲在碧昂娜心头。原来在外公眼中，自己始终是那个脆弱、容易受伤的孩子，甚至还让如此年幼的莱伊来保护自己。莱伊再次恳切哀求，为了保护碧昂娜，我一定要变强。碧昂娜让他去找埃文，莱伊却固执地说：“姐姐最厉害，埃文大人对您都言听计从，所以姐姐一定有办法。”碧昂娜忍不住感慨，小小年纪竟已懂得通过权力来判断能力，就算如你所说，我最为厉害，可我为何要将变强的方法告诉你？莱伊一时语塞，显然未曾思考过这个问题，靠几句空话就想说服别人，这孩子还太稚嫩。然而莱伊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态度骤变，姐姐也想保护碧昂娜，我知道，姐姐您也是上层的人吧？上层的人都肩负着保护碧昂娜的责任。他忍不住笑了，点头承认没错，确实如此。是啊，我也得护好自己。那你打算凭借什么变强呢？莱伊立即回答：成为贵族，因为贵族最强大。闻言，他语气略带嘲讽：伊奈雅里的混血儿，竟妄想成为贵族。莱伊矢口否认自己的身份，看着他那双特殊的眼睛，碧昂娜毫不留情地戳破，长着这样的眼睛还在嘴硬。他羞愧地低下头，双手捂住那对树瞳。换作平时，碧昂娜定会直接将他打发走，可此刻他却对这个孩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好吧，我可以助你成为贵族，但你得证明自己有这个资格。听说过罗切斯特拉学院吗？那是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学府，教授剑术、外交、政治、医学等诸多学科。理论上，只要具备基础学识，付得起学费，平民也能入学。看着莱伊眼中燃起的兴奋光芒，碧昂娜一盆冷水浇下。但实际上，能进入学院的平民寥寥无几。学院要求的基础学识，是贵族子弟自幼在私人教师教导下才能达到的水准，学费高昂，就连势力薄弱的贵族都难以承受。而且即便入学，还需多次通过高难度考试才能毕业，7年内无法毕业便会被退学。若觉得我的要求太过苛刻，现在放弃还来得及。莱伊握紧拳头，眼神中满是坚毅。只要我能从学院毕业，你就会让我成为贵族吗？一场关于成长与承诺的赌约就此拉开帷幕。女孩重生后记忆却被格式化，唯爱她的守护者们接连出现，即便条件苛刻，莱伊也一定要去贵族学院，变强后用余生守护碧昂娜。先前一直都冷着脸的她，此刻竟满意的笑了。在学院里，你必须将真实身份彻底掩埋，绝不能让任何人知晓。从踏入校门那一刻起，你就是个与上层毫无瓜葛的普通人，即便身份暴露，也不能牵连到上面，哪怕要与过往彻底斩断。你还愿意吗？碧昂娜目光如炬，紧紧盯着莱伊，莱伊眼神坚定，我愿意，我一定会成为贵族，守护碧昂娜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他虽对他口中的碧昂娜充满好奇，但还是决定等事情尘埃落定后再问。就在这时，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毫无防备的莱伊瞬间脸色煞白。你这家伙！埃文刚要开口训斥，男孩像只受惊的兔子，撒腿就跑。埃文愧疚的低头请罪，对不起小姐，我没看住他。他轻轻摇了摇头，示意无妨。这时，男人递上一个精致的礼盒，
正是他之前拜托的礼物。打开后，一条银光闪闪的银狼项链映入眼前，他喃喃自语，希望兰特会喜欢。随后合上礼盒，起身准备离开。他连忙说道送他回府，却被碧昂奈婉拒。您是觉得和我一起不舒服吗？语气中带着一丝忐忑。碧昂娜微微一怔，为什么这么问？我是您的骑士，守护您是我的使命。碧昂娜心中一暖，她深知埃文性格老实，为了遵守誓言，必定对自己要求严苛，甚至会自我折磨。不用太勉强，不必完全受外公约定的束缚，外公会理解的。然而埃文却伸手拦住了他的去路，神情认真地说，一开始我确实是因为伯爵的命令才想要遵从，但我第一次见到您，并不是在外公去世那天，而是侯爵夫人的葬礼上。当时您在众人的议论声中身姿挺拔，眼神坚毅，那一幕让我印象深刻，我便认定您就是我要守护的人。这不是谁的委托，而是我自己的心意，所以请让我信守儿时的誓言。我的主人。碧昂娜愣住了，她一直以为埃文只是因为外公的命令才守护自己，没想到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渊源。既然是你自己选择的路，我自然不会拒绝，我很乐意接受你的誓言。埃文骑士。两人走出府邸，街道上车水马龙，埃文面露歉意，抱歉，没提前备好马车。他忍不住笑出声，你每次见到我都要道歉的。男人再次慌乱的急忙否认，笨拙的样子逗得碧昂娜忍俊不禁。他突然想起阿内莎说过，埃文平时木讷，办事干脆利落，却唯独在自己面前展现出不一样的一面，总是将他的安危放在首位。之前莱伊与他们碰撞时，埃文粗暴的阻拦，也是怕自己看到莱伊那令人恐惧的瞳孔。是啊，前世第一次见到莱伊时，那瞬间收缩的瞳孔，深红如血的眼珠，着实把自己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呼救声都卡在喉咙里。想到这儿，突然头痛欲裂，眼前一阵发黑，手中的礼盒滑落在地，身体也摇摇欲坠。前世的他只往返于侯爵府和皇宫，满心满眼都是皇太子，又怎会留意其他人？此刻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记忆似乎缺失了一块，无论怎么努力回想，都是一片空白，就像被人硬生生挖走了一般。埃文见状满脸焦急，来不及多想，一把将碧昂娜公主抱起，冒犯了，等会儿我再向您请罪。直到未婚妻决心划清界限，他才终于抛却所有骄傲，卑微的倾诉爱意。当亲眼目睹他依偎在别的男人怀里时，嫉妒几乎要将他吞噬。埃文僵立在原地，双手却丝毫没有松开的意思，反而将怀中的人抱得更紧。请让开！见男人半步不退，希瑞猛地抽出佩剑，剑锋直指情敌咽喉，把我的未婚妻放下。见他脖颈间渗出的血丝，碧昂娜急切地开口：“快放我下来！”埃文却固执地紧抱着他：“您得先去医院，这是命令，快下来！”大狼狗眼中闪过受伤的神色，最终还是乖乖听从了主人的话。皇太子忍不住先开口：“阿娜，我该如何理解现在的状况？”埃文再次上前，用身体护住主人。看着他衬衫上沾染的血迹，碧昂娜意识到事情正在失控。请把剑收起来吧，殿下。见他竟然维护别的男人，希瑞的怒意更盛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请求您这么做。男人的眉峰微微颤动，最终无奈地收回了剑。你这家伙真是狡猾，在未婚夫面前依偎在别的男人怀里，好歹解释一下吧，阿娜。碧昂娜的不耐烦溢于言表。我不觉得有解释的必要。下一秒，希瑞突然将他举起，扛在肩上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步向前走去。如果不想成为别人的谈资，就别动。无奈妥协的碧昂娜心底哀叹，为什么这种麻烦事总是接连不断？将少女安置在马车后，希瑞终于问出了心中的困惑：你到底在想什么？碧昂娜不解地看着他，殿下不是向来不在意未婚妻的名声吗？除此之外，他想不出其他理由。毕竟光是照顾好自己的人就已经让他心力交瘁。你打算怎么处置埃文？希瑞却抓住了另一个重点：你们关系很亲近吗？当然，埃文是我的人。你现在是要在未婚夫面前说别的男人是你的人？我明明已经请求过你别刺激我了，阿娜。他的反常举动让碧昂娜愈发困惑。记忆中的太子一直彬彬有礼，从未如此情绪失控过，而此刻分明像是一个正在吃醋的普通男子。你爱我吗？既不是为了名声，又不爱我，为什么要生气？这个问题让希瑞陷入了沉默，他自己也不明白究竟为何会如此失控。见他迟迟不答，碧昂娜自嘲地笑了，还是宁愿隐瞒真相，也不愿说谎吗？您当初还让我爱您来着，我可不想谈一场痛苦的恋爱，我只想遇见一个只爱我珍惜我的人，和他生儿育女，幸福地过完一生。所以那个人不会是您。希瑞彻底慌了，甚至开始害怕他接下来的话。碧昂娜知道他们之间的缘分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他没有再多说什么，转身走下了马车。事已至此，就算是为了自尊心，他也不会再靠近自己了吧？原身残留的那点心痛，他还能承受。抬头望向天际，绚烂的晚霞美得令人屏息。突然，他被一股力量从身后紧紧抱住，希瑞将头埋在他的颈间，像是在无声的挽留。前世爱而不得的告白，却被他用一巴掌打断。可男人非但没生气，反倒嘴角带着笑意，蹭了蹭脸上渗出的血，说：“就只是抱了下，反应可够大的。若是我此刻吻你，是不是还要拔剑刺穿我的心脏？是因为他吗？他是不是在你耳边说着甜言蜜语？”碧昂娜口中刚提及埃文，希瑞好似就疯了一般。4年07个月，你对着我永远端着殿下的书里，却能把他的名字叫得这样顺口。从一开始就是这样，别人看我总有3分好奇，唯独你，连我呼吸过的空气都要避开。可你在他身边笑出梨窝的样子，我连梦里都求而不得。你碰我时抖得像寒风中的雀鸟，却能乖乖在他怀里全成猫。他到底给你下了什么咒？碧昂娜抬眼撞上他眼底翻涌的暗潮，这个向来冷硬如铁的太子殿下，此刻竟像被抛弃的幼兽般，好似在嫉妒埃文一样。指腹抚上他脸颊时，他迅速拍开那只手，只见他的手指全成拳头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。您一直都这样，无论我再怎么努力，连道缝隙都不肯施舍。您知不知道这样会把人逼疯的？我不明白殿下您为什么要这样。当他质疑是因为得不到所以才自尊心受挫了吗？希瑞突然短促地笑起来，
手指烦躁地揉乱发丝。我从来没把您当做我的所属物，要是我真这样想，也不会这么着急上火。我和您订婚都快5年了，可我在您眼里却还是个外人。他用指尖绕住她发尾，睫毛头下的阴影里，眼底翻涌着近乎哀求的光。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走进您筑起的壁垒里呢？碧昂娜不明白，前世无论她如何卑微的祈求，她都不曾多看他一眼。可现在，为什么突然在意起来了？殿下何必对我说这些？对您而言，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我的家世背景吗？希瑞没有回避他的目光，反而低笑了一声。是，一开始确实如此。我只需要你不妨碍我的路就够了。可后来，就像没想过会被细雨打湿衣衫一样，等我察觉时，已经……他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却又在下一刻骤然收紧。我开始数着日子等见你，和你在一起时，会不自觉地笑。我希望你的眼里永远只有我，可看到你靠在别人怀里，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光是想象你会爱上别人，我就已经快要疯掉。如果这就是爱，那我早就无药可救了。这是前世他梦寐以求的告白，可碧昂娜却微微发抖。他能相信他吗？若这只是一时错觉，如何能保证他见到那个女人的瞬间不会变心？他声音冷得像冰，这绝对不可能是爱。希瑞猛地抓住他的手腕，你凭什么断定我们之间有过信任吗？他用力抽回手。殿下希望我怎么回应？含着泪说我爱您。别天真了，我们之间只有契约，没有感情。空气骤然凝固，希瑞的呼吸一滞，随即自嘲般的扯了扯嘴角。是啊，契约，你和你父亲还真是如出一辙。碧昂娜从中察觉，太子和父亲之间难道另有协议？但下一秒，希瑞已经扣住他的肩膀，眼底的执拗近乎疯狂。那些该死的契约，现在都无所谓了。我喜欢你，求你了，别推开我。碧昂娜真正恐惧的，从来不是爱上他这件事本身，而是在沉溺于爱的漩涡时，那个逐渐模糊的自我轮廓，那个在炽热情感中分崩离析的自己。此刻他还没有确切的答案，但难道就要因此永远躲藏在恐惧的阴影里吗？如果每次相遇时的心跳如鼓都让他困惑这是否就是爱情的模样，那么不如让他亲手揭开这谜底。来吧，像孩童般向我撒娇，用你最动人的方式诱惑我，倾尽你所有的热情来挽回，让我这颗彷徨的心最终为你而停留。婉拒了皇太子的追求后，他却把所有的爱意都倾注在了那只忠犬身上。只因2年后，艾琳出现了。抛开自己对他的厌恶不谈，前世对他犯下的罪孽，实在让碧昂娜无颜面对。说到底，艾琳也不过是和曾经的自己一样，深爱着皇太子罢了。想陪在心爱之人的身边，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帝国法律允许一夫多妻，甚至近亲通婚，因此人们坦然接受了皇太子与艾琳这对堂兄妹的结合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碧昂娜能接受。当时唯一能庇护她的皇帝去世后，艾琳便顺理成章地入住了皇宫。从那天起，碧昂娜的折磨便开始了。利用皇后的权力，她克扣艾琳应得的宫殿修缮款，甚至亲自上门挑衅，羞辱一个对宫廷礼仪一窍不通、全无公爵小姐风范、面对刁难又毫无招架之力、只会默默垂泪的人，简直易如反掌。皇太子从未制止碧昂娜的行为，只是偶尔投来不悦的目光，或干脆视而不见。然后他会温柔地为艾琳拭去泪水，轻声安慰他。本可以警告那个折磨他心爱女人的自己，在他的默许纵容之下，极度彻底冲昏了碧昂娜的头脑，竟愚蠢地选择了下毒。最后他虽侥幸捡回一命，却被判终身监禁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的自己何其冲动，甚至从未觉得对艾琳的所作所为是错的。即便如此，重生后的他也绝不会张开双臂欢迎艾琳重返首都。埃文还在调查此事，这段时间他只能静观其变。幸好皇太子并未追究埃文的过错。是啊，就像自己改变了一样，皇太子也变了。外公阿奈莎侯爵，还有埃文，一切都已与那时截然不同。这时门被轻轻敲响，兰特一脸期待地探进脑袋。姐姐。碧昂娜揉了揉他还湿漉漉的头发，语气中略带责备，你越来越不懂事了。说着，他接过一条毛巾。兰特小声问，姐姐讨厌我吗？碧昂娜笑着回答，怎么会，下次要把头发擦干，要是感冒了可怎么办？兰特委屈巴巴地解释，他太想快点见到姐姐了。听师傅说他的训练进步很大。碧昂娜眼中带着赞许，不错，做得很好。随后指了指桌上的一个精致木箱，我给你准备了礼物，就在那儿，打开看看。兰特一眼打开箱子，小心翼翼地捧出里面的物件，那是一枚温润的印章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。3叶草的花语是幸福，我希望你永远幸福，我的小狗，喜欢吗？然而兰特的反应并非预想中的雀跃，他只是凝视着印章，然后冷静地点了点头。碧昂娜见状，指尖轻轻抬起男孩的下巴，让他看向自己，语气里带着一丝逗弄，看来不太喜欢呀。姐姐特意准备的礼物，连声谢谢都听不到，真让人伤心呢。来，乖小狗，快说谢谢。这声带着亲密戏谑的小狗，瞬间击中了男孩的心房。兰特眼眶一红，猛地扑进碧昂娜怀里，毛茸茸的脑袋依赖地蹭着，声音带着哽咽，谢谢姐姐，真的很喜欢。碧昂娜温柔地环抱住他，这是我用心准备的，在你正式获得象征身份的家族印章之前，要一直带着它，好吗？怀里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，兰特小脸上写满犹豫。他明白，以自己非正统的出身和微妙的地位，成为家主之路布满荆棘。但碧昂娜紧接着的话语却如暖流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。兰特，如果你不想当家主，完全没关系。记住，我让你学习这些，不是为了把你打造成另一个侯爵，更不是要把你关在温室里。我只是希望，当有一天你找到了真正想走的路，你的行囊里能有更多选择。所以，大胆去做你想做的事吧。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向，姐姐都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至于旁人的闲言碎语，你只需记住一点，你是我碧昂娜唯一的弟弟，这就足够了。该处理的纷扰似乎都已尘埃落定，碧昂娜暗自松了口气，想着总算可以享受一段清静日子了，哪儿也不去，就安安心心待在家里。然而，这个念头很快破灭，皇太子殿下竟亲自驾临，此刻就在府邸大门前。惨遭未婚妻毁容后，
皇太子却满意的笑了，竟还打扮的花枝招展堵他家门，百般诱惑不成，便当起了备胎3号跪求宠爱。见碧昂那态度疏离冷淡，希瑞不退反进，攻势更烈。我们之间不需要那种生硬的问候。话未说完，就被碧昂娜打断：“您来这里有什么事？”他一开口就是公事公办的语气。希瑞故作受伤，一见面就说正事，是不是太无情了？碧昂娜心中不解，昨天他还怒火滔天，怎么今天就态度大反转？果然，那句爱得更深的人注定是输家，是至理名言。如果我说，希瑞凝视着他，声音低沉：“我只是想见你呢。”碧昂娜简直觉得他疯了。一旁的管家只能眼观鼻鼻关心，默默低头吃狗粮，努力降低存在感，直到小姐示意，他才如蒙大赦般退出房间。见屋内再无旁人，皇太子拍了拍身旁的沙发空位：“别站着了，坐下吧。”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亲昵：“想你而来是实话，今早一睁眼，脑海里就是你的样子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好像被你彻底迷住了。”他忽然指了指自己的脸颊，为了应付那些追问我伤口来源的人，我可是很为难呢。好不容易才搪塞过去。碧昂娜一脸不耐烦，看来殿下的皮肤比想象中脆弱呢。希瑞坦然承认，你的力量确实比预想的大。碧昂娜当即承认，我有点强。他低低的笑了起来，所以啊，以后我得小心点，你偶尔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击中要害。他眼神变得玩味，是故意的吗？我有必要那么做吗？当然。希瑞轻身向前，目光灼灼。最初想诱惑你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可现在被迷住的反倒是我了。碧昂娜心头猛地一跳，回神后立刻别开视线。您这是在诱惑我？这种水平还是多练习练习再来吧。我在美人计方面造诣可不低。希瑞非但不恼，反而笑得更加灿烂。看来你还是觉得我这张脸值得一看。碧昂娜无语，什么老油条腔调？殿下专程跑来，就为了说这些不着调的话？希瑞坦然承认，就像你说的，我就是来让你迷上我的。不管是诱惑还是耍赖，总得先让你愿意看着我的脸，才能做点什么，不是吗？看来殿下很闲啊，我可没闲暇陪您坐在这里喋喋不休。希瑞眼底掠过一丝真实的受伤，为什么那样讨厌我？对你来说，我做错了什么吗？碧昂娜沉默了片刻，才认真回答：我不讨厌殿下，只是您很碍眼。前世的他并未厌弃他，那时的碧昂娜也不懂情人之间该如何相处，只会像耍赖的孩子般卑微渴求爱。即便那样，皇太子依然给予了帝国未来皇后应有的尊重与礼遇，他只是不爱他而已。所以他不怨他，但讨厌他也是事实。坦白说，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现在的他，只觉得尴尬又别扭。希瑞听完，眼底却瞬间亮了起来，不知缘由的低笑出声，至少还不是最坏的，真是万幸。10天后，皇室狩猎大会即将举行，这是皇室每年例行的大型活动之一。与其说是狩猎，不如更像一场盛大的贵族相亲会。不仅男宾，未婚的贵族小姐们也会盛装出席。从今年起，碧昂娜将以皇太子未婚妻的身份正式参加。阿娜莎确认完需要准备的物品清单，正要告退，碧昂娜叫住了她：“先把茶喝完吧。”阿娜莎一言端起茶杯，轻啜一口，那独特的花香瞬间俘获了她的味蕾。这是用蕾纱花制的茶。阿娜莎吓得差点打翻茶杯，那不是象征皇太子妃的花吗？您怎么能用这么珍贵的花来制茶？碧昂娜有些无奈，是皇帝陛下赏赐的，而且数量很多，我已得到陛下许可，放心喝吧。阿娜莎这才松了口气，小姐还没正式成婚，就深得陛下喜爱了呢。皇太子殿下也时常造访侯爵府。碧昂娜轻咳2声，连忙转移话题：“听说西部好像出了大事，埃文亲自赶过去了。”一丝隐隐的不安掠过他心头。这时阿内莎小声问道：“皇太子殿下真像传闻中那样爱嫉妒吗？”真难想象，温顺如您竟能让他做出当街那种事。因为那场街头的意外，各种传闻早已甚嚣尘上，其中不乏恶意揣测他与前商团主埃文有私情的流言。最终是皇太子本人亲自出面澄清，那只是他因嫉妒引发的小小误会。他强调自己与碧昂娜关系亲密，每日相见谈心。虽然被这些麻烦缠身，但碧昂娜发现自己并不全然厌恶这种局面，今后会如何还未可知。不如先享受一下当下，他倒要看看这位殿下究竟会用何种手段来诱惑他。心中竟也生出了一丝微妙的期待。